墨西哥一个普通的上午，一群装备精良、训练有素的青年毒贩出现在街头。他们开着改装装甲车拦停了一辆公交车，随后驱赶了周围人群，非常专业地将公交车控制住，然后将所有乘客赶下车。他们让这群普通的市民排排跪下，乘客很慌张，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队长大曼一脸阴沉地抵达，信奉天主教的他还在耳机里听着牧师的布道。他冷冷地望着这群瑟瑟发抖无辜的乘客，随后向手下点头示意，手下戴上头套。一名小弟开始掏出手机录制视频，一名路人想要起身逃走，被他们无情地当场射杀。随着小弟的一声令下，惨绝人寰的屠杀开始了。大曼原本是一名特种部队中士，那么发生了什么导致了现在的变故呢？一切的源头都从这个看似平平无奇的老人说起。他叫米卢，是意大利黑手党的传奇教父。为了躲避警察追捕，常年居住在山洞里。身为老大，长期躲避难免会让手下心生异变。为了安定人心，今天他召集了所有的黑手党骨干们开会，宣布自己在墨西哥订购了5吨面粉，市值9亿欧元，然后会以极低的成本价分给手下各大家族。这招果然管用，骨干们立刻个个内心窃喜，唯有自己的孙子斯蒂夫眼神更加憎恨。一切的起因是因为史蒂夫年幼之时，祖父残忍地杀死了自己的亲儿子史蒂夫的父亲。如今史蒂夫准备开始复仇了，教父手下开始挨家挨户地收取定金。回去的路上发现一辆车挡在路中央，手下顿时心生警觉，打开储物箱准备拿出手枪。等他看清来人，马上放松了警惕，是教父孙子的小弟尼古拉。正当他停车打招呼之时，尼古拉突然掏出手枪，逼他下车关进了后备箱。随后史蒂夫出现，只见他到车里拿起收集的定金，来到火筒前就要烧掉。尼古拉不可思议地问他：“真的要这样做吗？”斯蒂夫没有犹豫，直接把一捆捆大钞倒进火筒。他要阻止祖父的计划，让他失掉人心。你知道这个男人拿什么喂猪吗？是他爷爷几十年忠心耿耿的手下。看着眼前毛骨悚然的画面，男人却恶狠狠地说：“从现在开始让这些猪节食。”小弟不解地问：“为什么？”斯蒂夫说道：“当我把祖父喂给他们的时候，他们才能大快朵颐。”一句话把两人都惊呆了。意大利黑手党是买家，那么墨西哥便是卖家。在墨西哥的一家看似普通的辣椒罐头厂里，里面却暗藏玄机。工人们熟练地将一袋袋面粉塞进罐头底部，上面盖满辣椒。5吨面粉很快准备完毕了。工厂老板很着急，问上线什么时候把货拉走。上线告诉他，买家还没付定金，这可把工厂老板急坏了。这5吨货在这里不拉走就是定时炸弹。上线却命令他收到钱以前必须保证面粉的安全。墨西哥一支特种部队得到线报，盯上了制毒工厂的老板。老板的电话已经被监听，特种部队准备伺机抓捕。突然，老板看了一下信息，好像发现了什么，紧张地扔掉了手机，坐上一辆车就准备逃跑。带队上校发现不对劲，下令跟上他的车展开追捕。经过一番追逐，老板的车停在了一个人头攒动的小广场，随即双方就发生了激烈的枪战。混乱中，一个小女生被榴弹打中，队长大曼慌忙上前查看，但是出血过多，还是当场去了天堂。大曼非常难过，身为虔诚天主教信徒的他，默默地为小女生祈祷。很快，老板便被特种部队撞翻在路上，塞进车里带走。他们将老板带到一处偏僻的地点，上校吩咐手下去随便抓个毒贩，当做我们这次行动抓捕的嫌疑犯。这话一出，老板都吓瘫了，说明自己估计小命不保啊。一名队员熟练地打开一个地板盖，看来特种部队已经不止一次干这种事了。然后他们将老板扔进地窖，拿起审讯的工具，上校爬进地窖就开始拷问。大曼却静静跪下，默默为死去的小女生祷告。很快上校就爬了出来，吩咐大曼将老板埋掉。看来他已经问出了老板的上线信息。根据辣椒罐头厂老板的口供，悄悄包围了一座豪华酒店，被他们盯住的2人是墨西哥最大的毒枭大拉小拉兄弟。就在大家都在紧张地准备行动之时，队长大曼却偷偷看了上校一眼，掏出手机发送信息。旁边的队友看到这一幕，仿佛见怪不怪。上校过来通知他准备行动，但是很快大小拉手下收到了信息，慌忙起身通知大家离开。特种部队已经开始行动，训练有素的成战术小队展开抓捕。但是此时却出现了几辆警车，是被大小拉收买的黑警前来保护他们的。上校没有犹豫，端起冲锋枪下令进攻，顿时餐厅内乱作一团。大曼带着另一支小队已经来到后门，很快就将放哨小弟击毙。就在一片混战的时候，保镖掩护着大小拉冲出后门，一名新来的特种队员举枪瞄准了大拉，就要开枪的时候，突然被大曼推了一把，
子弹打偏击中了后面的一人。新队员很纳闷，质问你这是干什么？大曼一言不发，死死盯着新队员。被打中之人虽然穿着防弹衣，但是冲击力显然不小。那么这人是谁呢？买家意大利黑手党，卖家墨西哥毒贩。那么这个美国人老杜便是二者之间的前客中间商。看过《非常嫌疑犯》的朋友估计对他很熟悉了。老杜拥有一家大型船运公司，儿子小杜遗传了母亲的绝症。看过《超凡蜘蛛侠》的估计也很熟悉小杜了。公司的日常运作由他的女儿艾玛全权负责。看过《鸟人》和《黑镜》的朋友对他肯定也不陌生。老杜特意花1800万买下一艘货轮，用来运输意大利的这批面粉。由于迟迟没收到意大利的定金，老杜便通过报纸刊登暗语，询问米卢是怎么回事。女儿艾玛一直很反对做这笔生意。老杜说：“我们累死累活干1年，还没这批货21天挣得多。虽然还没收到意大利的定金，但是我和米卢打了几十年交道，非常相信他。要艾玛将公司抵押给银行凑齐定金，先垫付给墨西哥让他们发货。”艾玛只好来到银行办理手续，拿到了3100万美元。当天，父女2人便来到墨西哥，与毒贩家族大拉小拉兄弟见面。双方是老朋友了，相谈甚欢。艾玛将定金付给了他俩，约定一旦船出港，有任何损失都是父女2人负责，尾款会在船抵达意大利时付清。意大利黑手党与墨西哥毒贩之间的前客中间商老杜中枪倒地，女儿艾玛惊慌失措上前查看，情况危急不容多想。保镖扶起老杜上车，在特种部队的追击之中快速离开。大曼小队也上车追赶，身穿防弹衣的老杜仍然被巨大的冲击力震成内伤，奄奄一息。可能是军方财产，特种小队压根不在乎，直接打穿挡风玻璃继续射击。突然，一辆警车从侧边出现，冲进道路，拦截撞停特种小队的车。艾玛终于和老杜脱身来到私人飞机场，两人安全返回美国。被撞停的小队非常愤怒，下车拉出了警车内的警员，但是属于同一系统也不好下死手，把他们训斥了几句，便转身前往后方未能逃脱的车辆。这辆车是大小拉兄弟的律师和保镖乘坐，3人已经当场死亡。大曼却拿下了律师的手提包，塞进了怀里。这一切都被新队员看在眼里。抓捕辣椒罐头厂老板的行动上了新闻，媒体指责特种部队与毒贩混战，连累小女生丧生。大曼等人已经习惯了，每次拼死拼活抓贼，最终不会落得一声好。大曼说道：“我们只是工具，等到没用了，就会把我们扔进垃圾桶。”接着他掏出了手提袋，里面是厚厚的现金。大曼平均分成6份给手下的兄弟，但是新队员表示自己不会要毒贩的钱，这可是很危险的信号，因为这个特种部队培养出来的精英大曼，早已经成为大小拉兄弟的内线。上校叫来了大曼，坦言自己抓捕行动的失败是由于我们当中有内奸。上校告诉大曼，让他去查出内奸，否则会把大曼的小队全体换掉。大曼一下班就碰到了大小拉的手下纹身男。纹身男告诉大曼，有一艘藏了5吨面粉的货轮要安全出港，老大非常重视这笔交易，要大曼时刻关注军方动态，及时汇报。大曼说，上校已经怀疑我们了，你必须找出2名手下给我当替罪羊。于是，在当天晚上，大曼在教堂做完祷告以后，纹身男带着2个小弟来和他碰头。大曼带着毒贩小弟来到一所酒吧，几人很快就找到了正在嗨皮的手下新队员。新队员还不知道要发生什么，2名小弟已经靠近，掏出了枪，还没来得及动手，大曼抄起了冲锋枪，连同新队员和小弟一起当场打死。很快，特种部队其他4名队员出现，将死去的3人扔在车里带走。大曼走出酒吧，丢了1枚手雷，随着一声爆炸，彻底毁灭了证据。在他离开的时候，发现了新队员怀孕的妻子小娜，不由得心生愧疚之心。大曼将新队员和毒贩小弟身上挂上海报，一一吊在了大桥之上，伪装成新队员和毒贩起了内讧，被报复。作为墨西哥最出名残忍的毒贩惩罚方式，很快便上了新闻。这样一来，新队员便被当成了毒贩在特种部队的内奸。上校排除了对大曼的怀疑。老杜虽然有防弹衣加持，但是内伤太重，仍然不治身亡。姐弟2人无比难过，整个船运公司都由姐姐打理。艾玛知道父亲离世，必须要由弟弟助自己一臂之力了。刚刚把父亲安葬完回家，意大利黑手党教父的孙子史蒂夫和搭档老白便出现在这里。他要求告诉自己墨西哥卖家的信息，史蒂夫要越过中间商自己处理这批面粉。艾玛一听，这完全不符合规矩。小杜说，父亲教导我们，买卖双方不能见面，这是我们前客的原则。史蒂夫生气了，一把按住艾玛，逼迫他们答应自己的要求。第2天，艾玛便约见了斯蒂夫。斯蒂夫还以为艾玛想通了，要告诉自己墨西哥卖家信息，不料艾玛却说，我联系了你的祖父。史蒂夫脸色都变了。艾玛继续说，我弟弟会全程护送这批货到意大利，不用你操心了。然后潇洒起身离开。于是弟弟和父亲生前20多年的手下老船长一起踏上了漫漫的旅程。画面一转，大曼和4个手下队员在一起吃饭，谈话间可以看出来，这5名特战队员已经全是毒贩的内线了。
此时上校出现，叫走了大曼。原来另一队抓住了一名大小拉的手下，正在审问。透过门缝，大曼发现居然是纹身男，不由得担心起来，怕自己被供出。不一会，上校就出来了，让大曼集合队伍5分钟后出发。大曼明白是那5吨面粉的货运信息被供出来了，于是，在出发前，大曼给手下4名兄弟训话，明确说我们必须保证面粉安全出港，是时候决定未来何去何从了。茫茫大海之上，货轮已出港，小杜还在吹着海风的时候，特种部队赶到，一枪托打倒了小杜。很快，队员们控制了船只。上校根据口供寻找藏有面粉的集装箱，吩咐亲信打开了箱门，撬开一罐罐头查看。上校还没注意到，大曼和手下的表情明显心怀鬼胎了。果然，当上校发现了罐底的面粉时，大曼快准狠地出手，刺中了上校的脖子。手下也赶忙干掉了上校的亲信。大曼知道自己几人已经彻底走上了不归路，随即呼叫直升机，这边有人受伤。大曼向老船长和小杜道歉，情况太紧急，根本没有时间提前通报，让他们关掉 GPS 和通讯设备，换一条航线前往意大利。随后，特战队员随着直升机离开，留下压根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的小杜。直升机刚刚降落，大曼毫不犹豫举枪射击，将知情人员和驾驶员全部灭口。处理完这一切，手下着急问他：“我们会被全军队追杀的，下一步该怎么办？”大曼却丝毫不慌，说道：“上帝已经给我们指明了方向。”大曼带着兄弟找到了大小拉的手下大彪，威胁带自己去跟大小拉见面，自己可是为了保护你们的货才出事的。大彪迫于形势只能答应。随即一行人来到了大小拉的庄园，小拉很傲慢地说：“我们不需要几个退役士兵。”大曼说道：“你们现在只搞批发，我们几个兄弟的本事就是可以占领所有的街区去零售。”小拉根本不相信他们的能力，随意的让大曼杀掉一名队员眼镜表中心。大曼马上拔出藏起的枪对准小拉，说：“我们是来找工作的，兄弟几人一个都不能少。”大拉制止了手下，表示可以谈一谈。小杜自幼经常随父亲出海，对船只构造可以说非常熟悉了。闲来无事在机舱内检查，发现很多滤油器非常的松动，渗出了油，这很明显是人为的，是有人想让货轮起火。小杜马上找到老船长汇报此事，老船长却拿起一罐罐头，将小杜当场砸晕。等到小杜醒来时，整艘船都在闪烁着火警警报。小杜打开舱门，发现早已燃起熊熊大火。好在他对货轮结构很熟悉，马上打开了灭火装置，终于熄灭了火焰。死里逃生的小杜爬上了甲板，发现老船长带领船员全都乘坐安全艇逃走了。老船长也不可思议，小杜居然还活着。原来出发前，史蒂夫找到了老船长，给了100万美元收买了他，让他毁掉这批货。史蒂夫和老白返回意大利，意外发现小弟尼古拉没有来接自己。他的妻子着急地告诉他们，尼古拉昨天就消失了。老白意识到肯定被教父带走了。果然，史蒂夫刚刚回到家，教父的光头手下便出现在门口。史蒂夫心怀忐忑地跟随他们去见祖父。祖孙俩一见面，教父倒也没有责骂什么，只是问他：“你去美国的目的是什么？”史蒂夫强行解释到：“中间商老杜死了，我去吊唁，然后准备亲自去保证这批面粉安全到达。”教父警告他：“30年前我亲眼看着艾玛出生，我相信他。”意思让史蒂夫不要有小动作。随后带着他来到了黑手党家族元老贝德托的家里。从教父和他们的谈话得知，这批面粉可以说至关重要，货到了教父就赢，货到不了自己一定会死。史蒂夫借口上厕所，偷偷给妻子打电话报告了位置。妻子得知消息，马上给老白打去电话。打完电话，一拉开厕所门，光头已经站在门口。然后教父要孙子跟自己走。众人来到一处偏僻的小桥之上，教父说出了当年的实情。原来当年史蒂夫的父亲和老白的父亲挑起战争，准备夺权，杀死了一个元老的妻子和7岁的女儿。史蒂夫不相信，表示那些是谣言。教父说：“我为了整个家族，不得不下手处置了2人，才熄灭了战争。”随后拽着史蒂夫来到一处空地，小弟尼古拉已经被绑在一辆旧车里，拼命对着他喊叫，希望能救救自己。光头开始往车上倒汽油。面对尼古拉的哀求，史蒂夫自身难保，无能为力。随着光头点燃了汽油，只能眼睁睁看着尼古拉被熊熊大火吞噬。教父生气地教训孙子：“我这辈子最讨厌的就是战争，但是你和老白却挑起了它。你父亲死后，我隐居山林，但是最牵挂的就是你，希望你能做出正确的选择，不要被老白所蒙蔽了。”史蒂夫貌似心意开始转变，相信了祖父的话。晚上大家就在贝德托家休息。史蒂夫发现自己通风报信的老白带人赶到，不由分说开枪打死了光头。史蒂夫急忙拉起祖父，然后从后门逃走。等到祖父安全离开时，他朝天开了2枪，然后狠下心对准左肩打了1枪。老白以为史蒂夫是教父的人所伤，马上上前扶起他带走治疗。小杜的货轮由于火灾已经损坏，正在绝望之时，附近海面出现一艘船。小杜慌忙拿起信号枪发射，终于货就停靠在塞内加尔港口。
海关通知小杜要卸下货物检查。小杜当然知道面粉不能被发现，但是按照当地法律必须这样才能放行。姐姐艾玛得知消息马上飞了过来，随后找到了当地的一名代理人老马。所谓的代理人就是黑白两道都有关系的人物。很快老马引荐了海关局局长。艾玛声称货物很紧急，希望尽快放行。局长嗤之以鼻地说，几罐辣椒你跟我说很紧急，别把我们非洲人当傻子。艾玛见状直说，那你的底线是什么？局长狮子大张口说，货你可以拉走，但是把货轮留下给我。无奈之下，艾玛开始卸货，暂存海关仓库，准备重新想办法运走。此时却来了几辆警车，老马马上上前询问什么情况。当地警方声称需要清查货物，好说歹说才同意明天海关局长上班后再过来。小杜等不及了，找到当地一名地头蛇，直接明说自己有5吨面粉，晚上必须运出海关。地头蛇很吃惊，也明白量这么大，小杜一定不是普通人，提出可以帮忙，但是必须留下50公斤作为报酬。地头蛇跟海关工作人员很熟，带着几辆大货车进入了海关仓库。小杜找到装有面粉的集装箱，顺利地搬上了大货车。就在车队即将驶出海关的时候，小杜以为松了一口气，不料却被巡逻的警方发现，开始鸣笛追赶他们。见状不对，地头蛇手下开始开枪。面对警车的穷追不舍，地头蛇却丝毫不慌，一脚油门撞开了路障。等到货车开出的时候，地头蛇事先安排好的加长货车拦住了后方的警车，司机跑下车点燃了货车，小杜车队顺利的逃脱。忙完这一切，小杜回到酒店，通知艾玛货拉出来了，赶紧离开。艾玛非常的惊讶，小杜没有和自己商量，做出这么大的事，事到如今也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。给地头蛇留下50公斤面粉后，老马出现，告诉艾玛可以通过小路带他们出国。姐弟俩又踏上了这趟生死押运旅途。在墨西哥的蒙特雷，大小拉兄弟是最大的毒枭，负责批发，但是城区角落布满着大大小小的毒贩组织经营零售，这些毒贩便是大曼团队准备扫荡的目标了。深夜，大曼带着队员来到毒贩的老巢附近，一个小弟前来报信，声称发现可疑的人。就在打开门的一瞬间，大曼几人快速进入，很快控制了局面。紧接着手下拿出手机，大曼声称从现在起，所有小毒贩组织必须经过黑色豪门进货。黑色豪门是暗语，但是在毒贩圈谁都知道是大小拉兄弟。队员按住他们老大，大曼一锤锤地将他砸死。这一切都被手机录制了下来。大曼面对镜头强调，谁不守规矩不合作，就会跟他一样下场。随着视频传到网络，大小拉家族马上零售业业务激增，大拉很满意，给大曼团队发了丰厚报酬。大曼一转身便分给了队员们，他自己却来到了被他杀死的新队员家里，看着哭泣的队员妻子小娜，大拉把自己的那份报酬拿给了他。小娜当然不知道丈夫是大曼所杀，大曼很内疚地表示，以后自己每个月都会送钱过来。老白带着史蒂夫到叔叔家，叔叔给史蒂夫处理伤口的时候发现了端倪，然后不动声色地找到了老白，告诉他伤口周围火药痕迹很明显，是自己抵住开枪的。史蒂夫也预感不对，马上打电话给妻子，让他带着孩子赶紧去找祖父。艾玛小杜的车队已经开到了马里的撒哈拉沙漠，此时前面出现了一队武装组织拦住了他们。老马让他们不要紧张，这是自己找来当地圣战组织的人，可以护送我们通过前方战区。但是老马很疑惑地发现，这群人自己完全不认识。下车打听后才发现，自己的熟人昨天已被法国政府杀了。老马只好重新跟对方首领谈条件。回来以后告诉艾玛，对方要100公斤面粉当报酬。艾玛很无语，但是也没办法。车队跟着他们前往摩洛哥，开了1天的车，终于到达圣战组织的根据地城市。面对密密麻麻的武装人员，艾玛几人非常的担心。突然首领下了命令，手下士兵让几人下车，随后将艾玛3人分开关押。这群圣战组织的成员正在虔诚地做着祷告，看着他们的宗教仪式。被挟持的小杜无所事事，蹲下来在旁边观察着蜥蜴。突然一发法国无人机的炮弹袭来，等到小杜清醒过来，仅存的1名士兵已经骑着摩托车逃跑了，剩下的已经尸横遍野，惨不忍睹。小杜被眼前一幕震惊到了，惊讶地发现首领还活着。不管出于对生命的尊重，还是姐姐还在他们手里，小杜把首领拖上车，开始赶回营地。艾玛被圣战组织关了整整1天，焦急的她听到外面发生了吵闹的声音。刚刚从小杜那逃跑的成员已经返回基地报告遭遇法国炮弹袭击。正当艾玛纳闷的时候，老马带着手下手持冲锋枪冲了进来，递给艾玛一把手枪，告诉她要趁乱逃走。众人悄悄地走向外面，大气都不敢出，小心翼翼地四处张望观察情况。不过这么多人想不被发现也太困难了。正当他们穿过广场的时候，被看守的士兵发现，圣战组织的士兵马上进入了战斗模式。随着枪林弹雨的袭来，老马带着几人躲进了旁边的民房。
外面的士兵越来越多，老马不慎左胸中弹倒地，艾玛慌忙上前施救。眼见大家逃生无望，外面一辆车不顾危险冲进了广场。艾玛偷偷透过窗观察，等到司机回头，惊讶地发现居然是弟弟小杜。小杜带着奄奄一息的首领回来了。历经磨难，两人紧紧地抱在了一起。圣战成员们看到小杜救了自己首领，于是放他们车队离开了。姐弟两人再次踏上艰险之旅。可惜的是，老马没有撑过去，无法医治，还是在途中没有了气息。经过一路的坎坷奔波，艾玛和小杜终于进入了摩洛哥。他们联系了摩洛哥的代理人，将面粉安全地送到了他的仓库。下一步办理手续就可以抵达目的地意大利了。你见过毒贩组织按照标准化特种部队训练的场景吗？在1999年，墨西哥曾经发生了34名特战队员叛逃成为海湾集团毒贩的真实事件。这部剧就是以那次事件为原型的写照。前特种部队中士大曼和4名队员集合了60名年轻毒贩，在一处废弃仓库建立了一个简易的军事化基地。大曼几人开始对这群青年实行阶段训练，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很奇特的画面：这群毒贩在练习散打、举重、负重跑步、射击等等只有在军方才能看到的场景。大曼和4名手下对这批人的训练可谓是惨无人道，不断激发体能的各种潜力，还要忍受人格上的侮辱，训练他们的心理承受能力。一切的标准都是按大曼几人自己在特种部队受训时的流程严格执行，最终通过考核的一群人才有资格加入他们的组织。大曼将这个组织取名为兄弟会，给这群人按照技能分派的职责：尖兵、哨兵、杀手、队长，各司其职。眼见这群人已经出师，大曼发表了一番演讲以后，决定带领他们实战练胆。于是便发生了本剧解说开头的一幕，兄弟会成员纷纷涌上街头，随意拦下一辆公交车，开始了对这群无辜市民实施惨无人道的屠杀，并由1名队员全程拍下录像。随后，这伙灭绝人性的成员朝天放枪庆祝地离开。这件骇人听闻的事件很快上了新闻，兄弟会完全让所有小毒贩吓破了胆。大曼开始轻松地替大小拉家族收取他们的货款定金和保护费，然后几人扛着一袋袋的现金来到大小拉的庄园。当大曼将现金交给小拉的时候，小拉仍然很傲慢的不置可否。大曼提醒他今天该发工资了，小拉却说：“我刚刚买了一批军火，所以现在没有现金。”此话一出，队员和大曼对视了一眼。刚刚送来这么多现金，你居然还说没钱？大曼也没有争执，带着队员离开了。身为老板拖欠员工工资，那真是个非常错误的决定。虽然这群前特种部队成员没有拿到工资，但是大曼仍然决定自掏腰包带他们去高档酒店搓一顿。可是，一进入餐厅，经理便过来说这张桌子被预定了，把他们安排在一个小桌子上。大曼几人也没在意。正当大家觥筹交错的时候，大小拉兄弟也带着大彪一伙出现在这里。原来大桌是他们预定的。这时大彪却上来嘲笑他们是乡巴佬进城。大曼让手下忍住，随即拿来3瓶最好的香槟送给了大小拉兄弟。大家酒饱饭足回到营地以后，大曼却独自离开，来到了小娜家里。今天是给他送生活费的日子。正当他俩聊天的时候，大曼还不知道发生了一件大事。原来大曼刚刚走，大彪就来到了他们的营地，通知他们小拉买的武器到了，让大曼去取货。手下4个兄弟觉得这点小事哪里还用得着老大出面，马上叫醒了小弟们，准备去取完货给大曼一个惊喜。众人全副武装来到了军火仓库，检查无误后，送达了大彪的指定地点。大彪仍然一脸鄙视地找麻烦，并且提醒他们是大小拉兄弟在养着你们，然后让手下检查了一下货。检查完2车货以后，大曼队员准备回营地，大彪却又叫住了他们，要他们一箱箱打开重新检查。面对刁难，队员们懒得理他，双方互喷了几句，转身就走开了。大彪喊住1名前特战队员，吩咐他留下去检查。队员当然不愿意，顶了几句。大彪突然掏出枪就打倒了他。事情发生的太突然，等一切结束的时候，这名队员已经领了盒饭。大曼刚刚从小娜家回来，看着满地尸体，默默地来到了自己的队员面前。大曼伸手为他闭上了眼睛，看着其他人愤怒的眼光，大曼让大家先把队员尸体带走。忙完一切，这些兄弟会成员们决心已定。随着众人激情高昂的情绪爆发，复仇的时刻到来了。老白从叔叔那得知史蒂夫是故意自残放走了教父，第2天一早便抄起铁棍，狠狠几下将史蒂夫打倒在地。正准备下死手的时候，史蒂夫急忙说祖父告诉自己那艘货轮没有沉没。老白觉得不可思议，还是一棍子打晕了他。
随后将史蒂夫扔进了猪圈。不得不说，这个演员是真的很拼。老白派人抓来了史蒂夫的妻子和儿子，将他们关进小房间，然后来到了猪圈，当着史蒂夫的面拨通了妻子电话。听着电话那边妻子被暴打的声音，史蒂夫心如刀割，只好答应带着老白去找到美国前客毁掉那批面粉。于是几人来到了摩洛哥，很快根据朋友查到了代理人的信息。他们来到代理人办公室，胁迫他的女儿带自己去找艾玛小杜。由于海关文件一直由女儿对接，他和艾玛小杜也很熟悉了，所以当他敲响小杜的宾馆房门时，小杜毫无戒心地打开了门。老白一把推开了代理人女儿，进入屋内。史蒂夫逼着小杜带自己去面粉的仓库。他们还不知道的是，艾玛早已和代理人一起将货物装上了去意大利的货轮。小杜当然知道面粉已经运走，为了拖延时间，带他们来到了空无一物的仓库。史蒂夫马上明白过来，被小杜耍了，开始对小杜近乎疯狂的殴打，最后抱起他的头，不停地朝地上撞去，直到小杜停止了呼吸。老白明白，现在指望毁掉面粉破坏教父的计划已经不可能了，马上拿着史蒂夫妻子儿子的性命做要挟，让他现在就返回意大利，直接去找到教父干掉他。艾玛回到宾馆，没有发现弟弟小杜，却惊讶地发现代理人的女儿被绑在这里。从他口中得知几个意大利人带走了小杜，马上反应过来是史蒂夫找上门了。等到艾玛赶到仓库的时候，只剩下小杜冰冷的尸体。艾玛已经痛苦得天昏地暗，为了父亲坚持的这笔生意，他已经失去了自己仅有的2位家人。经过将近20天的坎坷旅程，艾玛终于将面粉送到了意大利港口，然后独自一人跟着教父手下的车，见到了教父本人。艾玛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是：“你孙子为了阻止货轮杀死了我弟弟。”教父愣住了，他还以为孙子回心转意，没有背叛自己，答应会给艾玛一个交代。墨西哥最大的毒贩大小拉家族正在举行派对，大曼的兄弟会已经悄悄包围了庄园。随着狙击手的就位，几名前特种部队队员已经翻墙而入，保持战术小队开始行动。大曼也带人潜入，先是放倒了1名守卫，然后迅速出击，打死了2名小弟，随后便是疯狂的屠杀。外围狙击手可以清楚地看到2楼的保镖们不断射击，消灭了他们。大小拉的手下再多，也不可能是特战队员训练出来的杀手的对手。很快，只要持有武器的人都被他们一一解决掉。庄园内原本欢聚的人群惊慌逃窜，大曼和队员们保持阵型，快速推进。大拉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，准备逃走的时候被大曼开枪击毙。小拉慌忙护着自己的孩子往屋内跑去。大曼发现了他的踪迹，没有开枪，打手势要另一小队队员守住院子戒律，自己带着几人开始向屋内进攻。任何冲出的毒贩小弟都沦为了炮灰，完全是特种部队军事化的行动流程。大曼等人交替掩护地进入屋内，配合默契地寻找小拉的下落。经过一间间房屋仔细的搜查，锁定了小拉的位置。队员一脚踹开房门，大曼迅速进入房间，处理掉最后2名保镖。小拉已经吓得魂不守舍，大曼吩咐队员先带走了他的妻小，告诉小拉：“我让你的宾客先走，但是家人得留下。”小拉估计也没想到拖欠工资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，马上说道：“只要我打个电话，意大利那批货3200万尾款就能到账。”大曼让他赶紧打电话。小拉紧张地拨通了艾玛的电话，向艾玛报告了自己的位置。艾玛说：“我马上就能到你那了，你在家等我，给你结尾款。”既然工资能到手，平时受尽大小拉歧视的大曼也不准备留活口，掏出手枪对小拉一枪爆头，然后吩咐手下把小拉拖出去，静静地在这里等着艾玛的到来。史蒂夫和老白回到了意大利，老白让他们一家3口见了一面，然后强行带走了史蒂夫，让他去把教父干掉，否则就不要想再见到家人了。史蒂夫无奈只好开车来到了祖父的住址。刚刚见到祖父，艾玛就从房间里走了出来。一看到艾玛仇恨的眼神，史蒂夫非常的震惊，知道自己完了。祖父一把拉过史蒂夫，颤颤巍巍地走进了屋内。他紧紧地抱住自己的孙子，虽然表情很纠结，但是依然从后面掏出了小刀，答应史蒂夫放过他的妻小，然后狠下心一刀刺进了史蒂夫的胸口。看着逐渐停止呼吸的孙子，不知道教父作何感想。他已经为了所谓的事业，亲手杀死了儿子和孙子。艾玛虽然大仇得报，但是看到这一幕也是非常的震撼。教父抚摸着孙子，嘴里念叨着祈求他的原谅，然后平复了心情，站了起来，握起了艾玛的手。艾玛没有说话，掏出了本子，写下了码头装有面粉的集装箱号码。教父跟他说，尾款打到了他父亲老杜的账户。艾玛搀扶着教父准备离开。老白几人一直没有史蒂夫的信息，预感到大事不妙，开始收拾东西准备离开。就当他们拽着史蒂夫家人出门的时候，教父的手下已经赶到，发动突然袭击，打死了老白的手下。老白慌忙转身往屋里跑去，被教父手下追过来，打倒在地。随后补枪让老白领了盒饭，救出了史蒂夫的家人。尘埃落定，教父开始给黑手党大家族分发面粉。面对各大家族首领的恭维，
教父似乎很满意自己做的一切，但是这笔生意造成了多少人的家破人亡？艾玛来到了墨西哥，刚下飞机接到了小拉的见面电话。艾玛抵达庄园时感觉不对劲，但是面对遍地的尸体，仍然波澜不惊地走向屋内，淡定地坐在大小拉尸体的中间。大曼要他把尾款给自己，艾玛考虑了一下，问大曼的名字。大曼介绍了自己，艾玛掏出银行密匙说这里有3200万。随后艾玛说我3周内要2000公斤面粉运往俄罗斯。大曼都没有犹豫，便接下了这笔生意，拿出纸笔写下了自己的电话。艾玛冲他一笑，拿过纸条，表示电话联系，然后继续从容不迫地走出了房间。大曼俨然已成为新一代大毒枭。000第1季全篇结束。